黄房间的秘密。加斯东·勒鲁。第16章。物质分解的奇异现象。摘自约瑟夫·鲁莱塔比尔的笔记本。序。鲁莱塔比尔继续写道：我又一次站在窗户的窗台上食盐，我的头再次越过了食盐。我急切地想知道会以何种姿态撞见凶手，便准备从窗帘缝隙中窥探。窗帘的布局并未改变，要是他背对着我，要是他还在桌旁写字，尽管或许他已经不在那里了，但他怎么可能逃脱呢？他的梯子不是在我这儿吗？我竭力保持冷静，我继续探出头去。我看着，他在那里。我又看见了他那因烛光投射的阴影而扭曲变形的，如同怪物般的背影。只是现在他不再写字，蜡烛也不在桌上了。蜡烛放在地上，在那人俯身对着他的前方，姿势很奇怪，但对我有利。我喘了口气，我继续向上爬。我已踏上最后的几级梯阶，我的左手抓住了窗台。就在即将成功的那一刻，我感到心脏在急促地砰砰直跳。我把左轮手枪叼在牙齿之间，现在我的右手也抓住了窗台。一个需要些许猛力、一番努力才能在手腕上恢复平衡的动作，然后我就能翻进窗户了。只要梯子，事情就是这样发生的。我不得不使劲用脚蹬了一下梯子，我的脚刚一离开梯子借力向上，就感觉到梯子晃动起来，它刮擦着墙壁，然后掉了下去，但我的膝盖已经撑在了窗台石上。我以自认为无与伦比的速度在窗台上站稳了脚跟，但凶手比我更快。他听到了梯子刮擦墙壁的声音。我猛然看见那个怪物般的背影挺直了，那人站起身，转过身来。我看见了他的头。我真的看清了他的头吗？蜡烛在地上，只能清楚地照亮他的双腿。从桌面往上，房间里便只有阴影和黑暗了。我看见一个毛发蓬乱、胡子拉碴的头，疯狂的眼睛，一张瘦削苍白的脸，被2道宽大的络腮胡框着。他的肤色，就我当时在昏暗中能分辨的程度而言，他是红头发的，或者至少在我看来是这样。我是这么想的。我不认识那张脸。总之，那是我从那摇曳不定的黑暗中勉强瞥见的模糊影像所得到的主要印象。我不认识那张脸，或者至少我不认得他。现在必须迅速行动，必须像风一样，像暴风雨一样，像闪电一样。但是，有些必要的动作要做。当我在做那些恢复手腕平衡、膝盖撑在石头上，双脚站稳在石头上的必要动作时，那个从窗户看见我探出头来的男人已冲向了前厅的门。他有时间打开门，然后逃走了，但我已紧随其后，手里握着左轮手枪。我喊道：站住！我像箭一样穿过房间，但我瞥见桌上有一封信。我几乎在前厅就追上了那个人，因为他至少花了1秒钟才打开门。我几乎碰到了他。他用通往走廊的门撞了我的鼻子，但我身轻如燕。在走廊里，离他不过3米远，斯坦格森先生和我紧追不舍。那人选择了我想象中的逃跑路线。雅克爸爸，拉尔桑，抓住他！我喊道，他再也逃不掉了。我发出了一声喜悦的、充满野性胜利的呼喊。那个人比我们早2秒钟到达2条走廊的交叉口。我原以为我们会相遇，那场我已预料到的、不可避免的致命碰撞发生了。我们在十字路口撞作一团。斯坦格森先生和我们从直廊的一端赶来。雅克爸爸，他从同一条走廊的另一端赶来。以及弗雷德里克·拉尔桑，他从横廊赶来。我们撞得人仰马翻，但那个人不在那里。我们用愚蠢的眼神面面相觑，
面对这种超乎现实的情景，眼中充满了惊恐。那个人不在那里。他在哪里？他在哪里？他在哪里？我们所有人的内心都在呐喊：他在哪里？他不可能逃走。我带着比惊恐更大的愤怒喊道：我碰到了他！弗雷德里克·拉尔桑喊道。他就在这里，我感觉到了他呼出的气息拂过我的脸。雅克爸爸说：我们正要抓住他。斯坦格森先生和我重复道：他在哪里？他在哪里？他在哪里？我们像疯了一样在2条走廊里跑来跑去，我们检查了所有的门窗，它们都关得严严实实，紧闭着，没有人能够打开它们，因为我们发现它们都是锁着的。再说，一个被如此追赶的人，在我们眼皮底下打开一扇门或一扇窗户，而我们却没有察觉到他的举动，这难道不比那个人凭空消失更令人费解吗？他在哪里？他在哪里？他不可能穿过一扇门，也不可能穿过一扇窗户，更不可能穿过任何东西。他不可能穿过我们的身体。我承认，在那一刻，我感到不知所措，因为走廊里光线充足，那里没有陷阱，墙上也没有暗门，没有任何可以供人逃脱的去处。我们搬开了扶手椅，查看了画的后面，什么也没有。什么也没有。如果那里有花瓶，我们甚至会查看花瓶里面。